大家频道那集，2021年12月，日本大阪一座大厦发生火情，情况非常惨烈，事件中有26人遇难，现场却发现了纵火的痕迹，官方怀疑是模仿了当初的京都动画纵火案。那今天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大阪纵火事件，把时间拉回到去年。案发地点是位于大阪市北区增根崎新地的8层建筑唐岛北大厦的第4层。这个商业大楼建于1970年，是一个综合体，里面有服装店、外语培训机构、美容院等等。发生火灾的4层是一个精神科诊所，叫西梅田心理与身体诊所，是一所治疗因心理原因而导致患有抑郁或发展性障碍的精神科医疗机构，一共接待治疗过600多名患者在这个区域很有名气。就是在这样一家诊所突然发生了火灾，而且可以确定这是一起以杀害多人为目的的纵火案。2021年12月17日上午10点20分，当地消防接到了唐岛北大厦的火灾报警，现场窗户不断冒着浓烟，这是当时火灾发生的现场。上午10点46分，经过大约20分钟，火被扑灭后，马上展开搜救。消防部门将28人紧急送往大阪市内13家医院。早期的数据是25人死亡，2人重伤，这些都是没能及时逃生的遇害者，他们是医护人员或者是来就诊的患者，死因都是一氧化碳中毒。大阪警方根据目击者的证言判断，这是人为的纵火事件，于是马上成立了调查部，展开全面调查。除了在现场发现了汽油桶和火机，值得庆幸的是诊所里的监控设备没有损坏。当然这些画面是没有办法公开的。一个拿着购物袋的中年男子进入诊所之后，把购物袋放在取暖炉旁边，一脚踢翻袋子之后，伴随着里面流出了液体，火焰瞬间就窜了起来。案发后2天，12月19日，警方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而且他在火灾中也因为心肺骤停和烧伤被送往医院治疗。虽然捡回了1条命，但情况十分危险，一直在接受治疗。警方就暂缓了拘捕的申请，但考虑到案件重大，就破例公开了这名男子的姓名以及一张面部的照片。嫌犯就是61岁的古本胜雄，他正是诊所的患者之一。之所以出现如此惨重的结果除了古本胜雄的蓄意纵火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建筑的结构。医院内部不到100平方米，空间不大，也不是正4边形的构造，整体是一个竖条。通往出口的路径比较狭长，虽然也有窗户，但从内部看小到没有办法通过一个成人。逃生的方向只有唯一的入户门，那里正是起火点之一，而且走廊的电梯间、安全通道全都被点燃了，逃生的路线全都是火焰。而且警方通过内部监控看到了毛骨悚然的一幕：古本纵火之后，并没有想逃跑，而是挡住了逃生的人，和所有人一起钻进了火海当中。这种极端行为更是断送了所有人的生存希望。而且古本的口袋里还有2个催泪喷雾器，应该是案发后他用身体挡住别人逃生的同时，用于袭击别人的工具。可即便是逃生的路线被阻断，也应该会触发灭火装置才对。如果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启动，那就可以把火扑灭可实际情况是，医院内部没有安装排烟设备和灭火系统。那之前提到过，这栋大厦是建于1970年，而日本是在1974年以后，消防法才有硬性规定，6层以上的建筑面积在3000平方米以上才有义务安装喷水和排烟设备但是这个规定不能适用于颁布之前的建筑，所以这些年来这座大厦也就一直处在没有自动灭火防护的状态。那50年来一直都是安然无事，平时多注意防范，应该就问题不大但是没成想却遇到了最极端的因素，那就是古本胜雄。在案发当天，在距离现场3公里外的一处住宅同样发生了火灾，这里就是古本胜雄的家。警方推断这次火情应该是他在事前进行的试验，然后骑脚踏车前往案发现场。有监控拍到了他的行踪，后座购物袋里就是汽油桶。
他在案发前1个月去加油站购买了10升汽油，说要回去给自己的摩托车补充燃油。因为提供了身份证啊，所以是有记录的。在被确定嫌疑人身份之后，警方安排人员到古本家进行调查取证，就发现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他令人发指的暴行。在他的家里发现了一些新闻的报纸，其中有2019年发生的京都动画纵火案，还有2021年德岛市偶像演唱会纵火案的新闻。这2起案件的共同点，目的都是纵火杀人。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古本很有可能是模仿了这些案件。除了这些报纸外呢，在他的手机的备忘录中记录着纵火杀人、大量杀人、涂抹在消防栓等计划犯罪的笔记，还发现了粘合剂、油桶。从记录中看，他在5个月前呢就开始计划作案了。而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是对社会存在不满，还是对医院存在怨恨呢？结果他的计划是成功了20多条生命枉死在他极端行为之下，而他却在医院一直接受治疗。但因为伤势太过严重，最终还是在2021年12月30日死亡。由于嫌犯死亡，也就无法获取他本人的陈述从而无法进行刑事审判。受害人遗属和社会无法知道案件更多的真相到底是为何要做出如此极端的选择，伤害那么多无辜的生命呢？我们先来了解这个人所经历的事情看能否找到一些答案。古本胜雄1960年出生在日本大阪，家里在大阪此花区经营着一家钣金工厂，家中4个兄弟，他排行第2。古本非常崇敬自己的工匠父亲。读中学的时候家中母亲去世，毕业之后呢，他就和大哥一起在工厂里工作，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也练就了精湛的技艺。但在工作中的父亲对2兄弟非常严厉，也把对工作的态度延伸到了生活，无时无刻都在要求儿子们钻研技术，甚至会谢绝亲友的拜访担心会分散他们的精力。那古本胜雄和大哥经常在工作中产生摩擦，父亲也对他有很多意见，加倍苛责。1980年，20岁的古本因为无法忍受选择搬家，独自离开，租了一间公寓，去了其他的钣金工厂工作。之后没几年，父亲去世，古本的大哥继承了工厂，兄弟2人在父亲遗产的分配问题上再次产生分歧，他们的关系也因此彻底决裂。古本胜雄得到了一间房子和一些财产后离开，此一别，他30多年就没有再和家人见过一面。之后他结识了一位护士，并在1985年结婚。2年后，1987年，他贷款1200万日元，在西淀川区购买了新房。他们生了2个儿子，一家4口在这里过着很平凡的生活。一家人和邻居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同事邻居们回忆，古本胜雄身材瘦高，是一个性格很安静的人，和别人没有过矛盾，也没有见过他喝醉酒的样子，或者是其他失态的举动。很普通的一家人就这样，他们在一起生活了20年。可这个看似和睦的家庭似乎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2006年，古本独自一人搬到1.5公里外的公寓，家中只剩下妻子和2个儿子居住。直到2年后，2008年，近50旬的古本夫妇2人感情破裂，在这1年的秋天选择了离婚，具体原因不详。可古本胜雄一直希望复婚，但前妻果断拒绝，只允许他定期和孩子们见面。但因为古本开始独自生活这种孤独感不断加深，随着年龄增长就越来越无法忍受开始产生了极端的想法，决心自我了结。但因为怕死而无法下手，所以就想先把别人杀掉，这样自己就无路可退了。但他首先想到的人竟然是给前妻带来负担的大儿子。又转念一想，那都是一家人前妻和小儿子也一并做掉，要死就一起。2011年4月，大儿子安排父母团聚看个电影，古本胜雄就准备把这天定为作案日期。看完电影后，他们一起回家。古本胜雄说买了寿司放在自己家里，回去拿一下。可他回去之后，不仅拿了寿司，还偷偷拿了菜刀、片肉刀、电击枪、催泪喷雾、锤子等东西去了前妻的住处，打算伺机行动，自灭满门。但吃上寿司以后呢，一家人有说有笑，气氛就非常愉快。他就犹豫了，后来还和大儿子一起到酒屋喝酒，回来后呢，在家里又喝了一些，一直喝到第2天清晨。他觉得这么拖下去不行，不能再推迟了，然后突然就拿出长15厘米的菜刀，
连续向儿子的头部和肩膀砍去。儿子瞬间反应很快躲过了最致命的袭击，和眼前这个丧失理智的父亲厮打起来。最终，他把手持凶器的父亲推出了公寓之外。大儿子在搏斗中多处受伤，古本胜雄看大势已去，马上逃跑，但也很快被警方逮捕。那尽管后来古本的辩护律师主张可能是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导致他产生不理智行为，但最终古本胜雄还是因为杀人未遂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服刑期间他也接受了精神方面的诊疗。医疗机构认为他出狱之后可能还会过上很孤独的生活，如果能和家庭之外的人建立很多关系就有可能康复，也就是让他积极融入社会多建立人际关系。那在服刑期满之后，古本被释放出狱，前妻和儿子都已经搬走失联。他重新回到大阪市慈花区，住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房子里，依然不会和周边的人有任何接触，又因为自己身体状况太差，无法找到工作。2017年3月份开始，他就去事发的诊所进行治疗，每月1到3次。他认为自己有严重的抑郁症，每天都无法安心的睡觉，总会有强烈的轻生念头。而除了自己的精神折磨之外，还有现实的问题需要面对。从出狱之后开始，他的账户里只有150万日元。原来他在西电川购买的房子被租了出去，还有一些租金收入，但租客搬走之后就再也没有收入来源。直到2019年10月，还剩不到1万日元，他就和区政府申请对他进行补助，但这个申请被拒绝了，或许和他本身有2套房产有关。2020年5月，他在慈花区的房子煤气和电全都停了，他再次搬回了西电川的家里。也就在那个时期，他开始在手机中做计划，留下了检查是否有人购买汽油涂抹在消防栓等等关键信息，甚至详细记录了诊所的作息时间和不同时刻人流量。11月30日，他到加油站购买10升汽油。12月3日，古本最后一次到诊所治疗，离开的时候在通道内把消防栓涂抹上了粘合剂，全部封死，用来阻止现场的人员自救。案发前一天，12月16日，他把汽油桶装进袋子，放进大厦内部的投币储物柜。12月17日上午9点47分，古本的家中突然起火。邻居证实，古本从便利店回家之后不久就开始冒烟，3分钟之后，1.5公里的摄像头就看到了古本骑车的身影。单车后座载着的似乎是另一个装在袋子里的汽油桶，极有可能是他想先纵火把自己房子全部烧掉后，马上就去诊所作案，还是没有给自己留下退路，因为他把家门钥匙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说明他就没有想过再回来。到了现场之后，他将之前存好的汽油桶取出，拎着2个装有汽油桶的袋子，乘电梯来到4楼。10点15分，他先在电梯间和紧急出口点燃1桶汽油，切断了所有人的逃生路线，然后马上进入诊所，在唯一出口点燃了另1桶汽油。火势在爆燃中迅速蔓延，所有人惊慌失措，全都冲向出口。然而古本已经把门全都挡住，并且用身体撞向逃生的人群，用尽一切办法阻止他们逃跑。人群在烟雾中不断跌倒，彻底封住了去路。在猛兽一般的火势和滚滚浓烟侵蚀之下，几分钟内就接连发生了死亡。当消防员把火彻底扑灭之后，现场一片狼藉，而古本胜雄倒在离出口最近的地方。除了事发时已经站在电梯间的2人顺利逃生之外，最终包括古本在内的26人死亡，2人受重伤。案发这天，诊所里面的人比往常要更多，因为正在举办重返职场的治疗项目。这个项目是为了治疗那些因心理疾病而停止工作的人，通过一系列的心理疏导，希望所有打工人能够恢复状态，聚在一起互相交谈自己的故事，彼此安慰。或许这也就是古本选为作案日期的原因。而关于他的作案动机，日本官方推测是厌世轻生。在服刑期间，他曾歇斯底里的疯狂喊叫，说要找到前妻和儿子，让他们付出代价。出狱后，在诊所治疗的过程也逐渐失去耐性和信心。最后一次摊牌，说自己的抑郁症没有治好，就是你医院的责任。他的智能手机当中没有任何社交工具，通讯录里没有建立任何人的联络方式，通话记录也是一片空白，只有记事本当中的犯罪计划，也找不到任何在现实中与他有关联的人。没有社交，
只有仇恨，而且他的银行账户中的余额是0日元。在年初最后一次取出83日元之后，再无任何进账，说明他出狱后的6年时间一直忍受着贫困和孤独，这让他的精神问题变得愈发严重。他再次决定自我了结，但自己又不甘一个人上路，而他和社会唯一有关联的就是那间诊所，就如同10年前他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准备除掉对方，再结束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生命最后一刻不再是孤单的一个人。然而因为他已经死亡，真实的内心世界也就无法得知了。一个懦弱的人遇到问题经常会选择逃避，古本精神发育的问题和自卑感导致他在人际交往中缺乏自信心，逐渐走向自我封闭。他的生活很像现实版的心理学感觉剥夺实验。在生存的过程，因为彻底和外界切断联系，没有任何正确的信息支撑他走出困境。自我封闭的人就只能用幻想来代替现实的生活。在现实中和所有家人产生分歧的时候，他都选择了逃避，可现实无法逃避，幻想也只能随之破灭。火焰象征宣泄和破坏，自卑懦弱的他也只能借助这种力量来报复让他幻灭的现实社会，也逃避让他感到痛苦的生活。在犯罪心理学中，很大程度上，纵火犯和爆炸犯一样，都是既自卑又自私的懦夫。在案发的建筑楼前，很多人来追悼遇难者，给他们献花。这些遇难者们尽管因为心理疾病忍受着痛苦，但他们仍没有放弃，想要努力生活下去。还有那些一生致力于拯救在黑暗中挣扎的人们，哪怕心中还有一点光明，就会引领你走出那片沼泽。可是，所有对未来充满希望、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却在一场意外之后全都变成了天空中的繁星。古本圣雄让太多无辜的人承受了自己的痛苦，虽然他无法接受惩罚，他也将永远不能安息。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大吉，我谢谢你了，拜拜。